第89章，比起伴郎，更想做新郎。宝，你就是太不自信了。你长得比南星好看，家境也比他强。要不是有思妍那只拦路虎，说不定现在的三少夫人就是你了。傅三少虽然性子冷了些，但到底是个男人。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不会因为谁救了他的命就对谁忠心耿耿。你努力还是有机会的。就是你哥那边，齐宝连忙问：“我哥怎么了？”上镜叹了口气：“你哥不是一向和傅三少不对付吗？他要是恨屋及乌，连带着对你也有意见，那就麻烦了。”听到上镜这么说，齐宝顿时紧张起来。那怎么办？看你急的，还说不喜欢傅三少呢。我都是姐妹，没必要藏着掖着的。上镜勾唇浅笑：“我想到一个办法，你想不想听？”齐宝连忙点头。上镜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什么。齐宝的表情从困惑，再到惊讶，最后变成恍然大悟。密林外，两个长身玉立的男人坐在休息区的长椅上，一言不发。齐玉堂不时用余光偷瞄傅青燕，过了许久，忍不住开口：“傅总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带南星来打猎？他想来，我就陪他来了。看来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如你所见。”齐玉堂原本想见缝插针的奚落傅青燕几句，没想到男人就是个话题终结者，三两句就把天给聊死了。齐玉堂不死心，又问：“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领证？”“明年。”“明年几月？”傅青燕忍不住了，扭头看齐玉堂：“怎么，齐少是想过来给我当伴郎？”齐玉堂眼皮一跳，空气中的气氛莫名剑拔弩张起来。他盯着傅青燕看了几秒，而后扬起笑容：“傅总愿意赏脸让我做伴郎，我求之不得。不过比起伴郎……”他顿了顿，凑到傅青燕耳边：“我更想做新郎，南星的新郎。”傅青燕被齐玉堂突如其来的气泡音弄得头皮发麻，强忍着才没一拳抡上去。他深呼吸，冷冷吐出3个字：“神经病。”“我怎么神经病了？”齐玉堂挑眉：“你又不喜欢他，成天惦记你那个小丸子，把他让给我怎么了？”听到小丸子3个字，傅青燕不知道为什么更烦了，直接对回去：“你放心，如果有朝一日南星要嫁给别人，我一定好好帮他把关，把你的名字第一个从候选人里踢出去。”齐玉堂疼地站起来：“傅青燕，你玩不起是不是？商场上压我一头也就算了，情场也要断我生路。”傅青燕也不给他面子：“你欠了一屁股风流债，搞不好孩子都在外面生了好几个。南星是个单纯的女孩子，经不起你祸害。”虽然在给南星幸福这件事上他也没有发言权，但齐玉堂更不行。“不是，你从哪儿听的那么多闲言碎语？我生孩子，我跟谁生？”齐玉堂指着自己的鼻子，眼珠都要瞪出来了：“我怎么知道你跟谁生？”傅青燕冷笑：“不过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能让谢薇发疯到给你下降头，足以说明你是个四处发情的人。”“我发情？”齐玉堂瞠目结舌：“谢薇单恋我，给我下降头，最后还成我的错了。”傅青燕撩起眼皮，懒懒看他：“你没错，错的是我，是我用词不准确。你不是四处发情，而是四处发情却不自知。放在古代，高低能混个茶艺大师当当。”他才不相信谢薇在没有接到任何信号的情况下就对齐玉堂爱到疯魔。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只是手链引发的误会，齐玉堂在没有了解到手链含义的情况下就送给谢薇，也是他的不对。像他根本不会给任何女人送手链。齐玉堂被对得几乎破防，手指转向傅青燕：“傅青燕，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幼稚。看着傅青燕处变不惊的样子，齐玉堂更觉得自己是个有口难言的跳梁小丑。见四下无人，他索性也不再顾及形象，抬腿就要骑到傅青燕身上锁他的喉。就在这时，“你们在做什么？”南星从猎场回来，一眼就看到齐玉堂袭击傅青燕的场景。齐玉堂的腿还悬在半空中，见南星回来了，还刚好看到这一幕，
顿时有种想死的感觉。为什么被激怒的人不是傅青燕？如果现在身份对调，南星会不会对他稍微生出那么一丝丝同情心？思忖间，南星已经走了过来，傅青燕一把将他推开，故作平静地问：“猎场里面怎么样？”这片猎场靠近庄园，本就是灵气很足的地方，即使在这里修行很危险，也会有动物愿意铤而走险。南星这样一说，答案不言自明。看来韦总口中会说话的狐狸和兔子都是真的了。齐玉堂原本还在气头上，这会儿倒是被激起好奇心。南星，能不能带我看看？我不伤害他们，就是想长长见识，想看自己进去找。傅青燕语气冷淡，抬腕看一眼时间，问南星：“旁边有咖啡厅，要过去喝一杯吗？”“不了，我在这里打会儿坐，你和齐少爷继续聊吧。”南星一句话直接拒绝了两个人。他走到离两人最远的椅子上坐下，盘腿，闭上双眼。齐玉堂不甘心，却也不敢多说什么，找了个离南星近一点的位置坐下。他当然不是真的想看什么会说话的狐狸。今天一大早陪齐宝来猎场，他本来还带着点起床气，结果看到南星的瞬间便烟消云散。也是在那一刻，他确定他对南星不是游轮上的一时兴起，随着对他的了解愈发深入，他非但不觉得腻，反而越来越上头。这种感觉让他在兴奋的同时又有些无措。兴奋的是他终于找到想要认真的感觉，无措的是南星现在还是傅青燕的未婚妻。细碎的日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散落在南星身上，投射出斑驳的光点。见齐玉堂像痴汉一样盯着南星看，傅青燕索性眼不见为净，起身去了旁边的咖啡厅。许久，当傅青燕喝完咖啡回来的时候，齐宝和尚敬也回来了。让人意外的是，两人并没有像韦永志那样撞邪，跟他们同行的几个富二代也都有说有笑的，心情好像很不错。阿静，你今天真是赚大了，这么可爱的白狐，你给他开个自媒体账号，还不得吸粉100万？宝贝，让姨姨抱一抱。南星睁开双眼，目光所及之处，尚敬走在人群中央，怀里抱着一只白狐。第90章，认他当主人。我来这里打过那么多次猎，从来没打到过白色的狐狸，你运气也太好了吧！而且这只狐狸看上去乖乖的，身上还很香。阿静，你回去多拍点照片发到群里，我们要云溪湖。被簇拥在人群中央的尚敬嘴角噙着笑，心里沾沾自喜。刚才他和齐宝在林子里打猎，意外打到一只白色的狐狸，狐狸蹲在草丛里梳理毛发，他一枪打过去就倒地不起了。尚敬赶紧冲过去看，结果发现他的麻醉枪并没有打中狐狸的身体，狐狸只是被吓晕过去了。尚敬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狐狸，通体纯白，毛发蓬松柔软，摸起来顺滑无比。齐宝也被狐狸的美貌惊艳到了，他赶紧把狐狸抱到怀里，没想到狐狸竟然在他怀里醒了，而且没有要逃跑的意思，反而开心地蹭了起来。尚敬的心都被萌化了，想到有钱人家养只狐狸也没什么稀奇，他决定把狐狸带回家自己养着。然后就是现在，另外几个富二代见他抓到一只白狐，纷纷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阿静，我之后可以去你家看他吗？齐宝摸着狐狸的毛发，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他一直想养个宠物，但因为母亲对动物毛发过敏，家里从来不让养带毛的东西。看到尚敬这么轻易就得到一只宠物，还是只狐狸，他都有点嫉妒了。当然可以了，你可以做小仙女的干妈。小仙女，我刚给她起的名字，好听吗？齐宝点点头，她这么漂亮，如果是人的话，肯定是个仙女。正说着，一个手里抓着野兔的富二代气喘吁吁跑过来。尚敬，这狐狸是你打的？是啊。尚敬点点头，忽然想到什么，又摇摇头，不对，也不算我打的，我的麻醉枪都没打到他，他就吓晕了。能不能让我看看？尚敬有点舍不得，
但碍于面子，还是把狐狸递过去。没想到对方的2只手还没碰到狐狸，狐狸就挣扎起来，又窜回到上镜的怀里。上镜愣了一下，随后笑道：“他好像很怕你呢。”富二代有点尴尬：“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不是你长得可怕，是他把阿静当主人了。”听到齐宝这么说，其他人不免有些好奇，表示也想抱一下试试。上镜没有拒绝，结果就是每一个来抱狐狸的人都被狐狸无情拒绝，就连齐宝也没能幸免。狐狸好像真的认了上镜当他的主人，只有被他抱着的时候才一动不动。素来爱看热闹的齐玉堂也被吸引过去。齐少爷，你也来试试吗？试试吧。我听说狐狸都喜欢帅哥，齐少爷这么帅，说不定狐狸会喜欢呢。齐玉堂被吹得也有点飘飘然，当下伸手接过狐狸。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狐狸竟然真的没有挣扎，他睁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看着齐玉堂。帅，好帅，他最喜欢帅哥了。这只小骚狐忽然见到帅哥就换了副嘴脸，看来他不是认上镜当主人了，他就是单纯的颜控。那不对呀，宝长得也很好看，他为什么不让宝抱？见哥哥成功抱到狐狸，齐宝羡慕坏了，恨不得一秒魂穿齐玉堂。不过他现在更奇怪的是，为什么狐狸只让上镜和齐玉堂抱，却不让其他人抱？难道真是因为他长得不够好看？齐宝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迷茫。见红罗快要抵挡不住齐玉堂的男色，不远处的南星连忙以拳抵唇，咳了2声。嗨嗨，红罗如梦初醒。他差点忘了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想着，红罗后腿一蹬，跳回到上镜怀里。上镜笑靥如花，看吧，小仙女就是认我当主人了。其他人也叹为观止，好神奇呀！这狐狸就只认上镜一个人。上镜，你给他喂什么迷魂药了？什么迷魂药？人家是和狐狸有缘。我听说上辈子积德行善的人，这辈子会被动物喜欢。原来如此，上镜被众人的彩虹屁吹得心里美滋滋的。果然，他就是小仙女的天选主人。除了他之外，谁也养不了这只狐狸。傅清燕拿着一杯热饮来到南星身边，我不喝咖啡，不是咖啡，是茉莉花茶。南星微怔，旋即接过热饮，谢谢。傅清燕站在他身后，目光落在那群人身上，须臾，薄唇轻启，那只狐狸是红罗。你打算让上镜养它？不是养，是让他眼见为实。傅清燕很快便明白南星的意思，所以你是想借上镜之口，让其他人同意关闭猎场。南星点头。为什么选他？傅清燕有点好奇。红罗应该更喜欢男人，红罗喜欢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必须不信邪。南星抿一口热茶，清冷的眸子眯了眯，像韦永志那种本身就敬畏鬼神的人说出的话，旁人未必相信，他们会觉得韦永志神神叨叨，大惊小怪。就像那群人，他们在韦永志离开后，仍然选择继续打猎。但是上镜就不一样了，他一看就是个极端的唯物主义，对所有他认为封建迷信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只要他的想法变了，其他人也会跟着改变。傅清燕微微挑眉，似乎是没想到南星竟然考虑得这么透彻。正这时，上镜抱着狐狸走过来。傅三少，我可以领养这只狐狸吗？秋季猎场的规矩是，打到的猎物可以现场处理，是吃了还是扒皮都可以，就是不能活着带出去。这么做主要也是为了会员们的安全。傅清燕双手撑在椅背上，无所谓的耸耸肩。这个你要问南星。上镜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便恢复正常，佯装好奇地问：为什么呀？这个猎场不是你的吗？现在是他的了。傅清燕微微一笑，右手不轻不重放在南星的肩膀上拍了2下。第91章领养狐狸。随后赶来的齐宝听到两人的对话，温柔道：南星现在是傅三少的未婚妻，傅三少送未婚妻一个猎场也很正常。傅清燕不置可否，还是齐小姐聪明，
被捧高踩低的上镜脸色有点难看，却也只能硬着头皮道：“我还没订婚呢，不懂那些规矩。不过我觉得，既然没结婚，就不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你说的对，傅青燕挑了挑眉。既然如此，这只狐狸你也别带走了，毕竟咱俩没什么关系。上镜咬了咬唇，没想到她前脚刚给南星挖的坑，后脚自己就跳进去了。齐宝赶紧帮闺蜜解围：“不好意思，傅三少，阿静她就是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而且你看这只狐狸，它好像很喜欢阿静呢。你能不能成人之美，让她带回去？或者我们花钱买下来也行。”我说了，问他。傅青燕用下巴示意南星。上镜虽然心里不爽，但为了抱走可爱的狐狸，还是问南星：“南星，我可以领养这只狐狸吗？”“可以，真的。”南星点点头。不过事先声明，这片猎场的动物很灵，如果你带走的这只狐狸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也是我自己的问题。上镜信誓旦旦。他才不信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只狐狸不会说话，绝不可能是韦永志看到的那一只。好，那就请上小姐自便吧。南星说完，继续眺望起远处的风景。上镜马上抱着狐狸回到人群中，跟大家炫耀这只狐狸现在是他的了。看到上镜兴奋的样子，齐宝却是有点担心，他怕南星说的是真的。但好在狐狸不是他养，要是真有什么问题，倒霉的也是上镜。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猎场里有专门用来烹饪野味的餐厅，客人们一般玩到中午，会直接把打到的猎物送到这里烹饪。这个行为在华国算不上犯罪，但也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动物保护法。但这种灰色地带在有钱人眼里往往不值一提，他们明知道吃野味犯法，还是会大肆寻找野生保护动物，好像只要吃到那些东西，就能高人一头。秋季猎场最开始是由傅青燕的爷爷傅飞章在经营。傅飞章去世之后，傅玉生一度想要关闭猎场，但因为猎场的客户量越来越大，像滚雪球一样，到傅青燕接手傅氏集团的时候，和猎场相关的产业链已经很难撼动。于是傅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这事经营下去了。南星，包厢门忽然打开，一抹俏丽的白色身影出现在眼前，是月桂。南星放下茶杯：“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在林子里等吗？”餐厅连接着后厨，里面充斥着动物的血腥味，他不想让月桂闻到那种味道。月桂着急着慌地坐到他旁边：“南星，你就这么让红罗被带走了吗？他会不会有危险呀？”南星摇头：“不会。”“真的吗？可是我听说人类会扒动物的皮去卖呢。红罗的毛发油光水滑的，万一被扒皮怎么办？”南星叹了口气：“他可是八尾狐，你当他是吃素的？”饶是南星这么说，月桂还是有点担心。在三个姐妹里，武力值最高的是媚儿。红罗虽然看着唬人，但好像只会勾引男人，没见他杀过什么生灵。他这只兔子就更惨了，只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才有点攻击力，平时就只能任人揉捏而已。放心，他不会有事的。南星再次安慰月桂，他的腰生还长。你也一样，只要你们好好在温将军手底下做事，修炼成仙还是很有希望的。月桂虽然担心红罗，但他还是更相信南星的实力。毕竟他们现在能找到一个适合修行的地方，是托了南星的福。而且南星也没有像其他道士那样，看到他们就嚷嚷着要斩妖除魔。他好像和其他的修道之人都不太一样。思忖间，包厢门被推开，傅青燕走进来，看到月桂化成人形坐在那里，有些惊讶，但只是短短1秒，便敛去眼底的讶异，问：“我点了些素菜，你应该没有忌口吧？”南星摇头：“没有。”很快，服务员便推着餐车进来，上面是各式各样的素菜。傅青燕知道南星是吃肉的，但今天毕竟有一只兔子精跟着，他先入为主的认为在动物朋友面前吃动物不太好，于是自作主张改成素菜。
南星倒也没提出异议，那个，你们吃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月桂说着就要走，南星抬眸，一起吃吧。啊，刚才餐车推进来的时候，南星清楚地看到月桂两眼放光，口水都要滴下来了。哪怕是妖精，也是要吃饭的。只不过一般修炼到月桂这个程度，就可以靠吸食天地精气维持生命了。这个方法很方便，坏处就是没滋没味，他能感觉到。月桂也很想吃人类吃的东西，我可以吗？月桂睁大双眼，看看南星，又看看傅青燕，后者避开他的目光，往椅背上一靠，那表情就像是在说：“这里的事，南星做主，为什么不可以？”南星将餐具推到月桂面前，用行动给出答案。月桂开心坏了，他做妖这么多年，基本都是靠吸食天地精华过活。但白竹山那个荒郊野岭灵力匮乏，她们三姐妹基本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实在太饿，她就吃自己捣的草药，正好当养生了。就在她想着要不要给妹儿打包一点的时候，包厢门再次打开。傅三少，介意拼个桌吗？齐玉堂看似是在征求傅青燕的意见，但傅青燕还没开口，他人就已经进来了，身后还跟着齐宝。齐玉堂环顾四周，见南星旁边没位置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坐到月桂旁边。外面那么大地方不够你坐的。傅青燕斜睨他一眼，心想吃顿饭而已，他愿意凑这个热闹就让他凑。左右离开这个房间，南星还是他的未婚妻，跟齐玉堂没有半毛钱关系。地方当然是有，但放眼看去，都没有傅三少这里蓬荜生辉。齐玉堂说这话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向南星。第92章，4号闯祸。然而南星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正在回想昨晚在白竹山上看到的那口井。当时他去找4号丢掉的魂，偶然路过一个破败的小院，感觉到里面阴气很重，就进去看了看，结果发现那股阴气来源于一口井，井上藤蔓密布，看不到下面的情形，但以南星修道这么多年的经验来判断，里面一定住过极其阴邪的东西。最让他意外的是，那股阴气的形态竟然和他当时在游轮上看到廖峰身体里飘出来的黑气十分相似。南星当下就怀疑，暗中加害傅青燕的恶灵曾经在白树山逗留过。思及此，他低声问月桂：“你在白树山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穷凶极恶的鬼？”月桂想了想，摇头，好像没有。他和红罗还有媚儿算不上修为很高的妖精，要是真有恶鬼出没，他们肯定招架不住。闻言，南星若有所思：“没有恶鬼，那井里的阴气又是哪来的？对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月桂冷不丁道：“去年的这个时候，山上的植物忽然死了一大片，我和媚儿去找原因，发现一口井里有很浓的阴气。会不会是有恶鬼在里面作祟，才死掉那么多植物？”经月桂提醒，南星想起来，白竹山确实有一片枯死的植被，到现在也没长出来。他点点头，很有可能，但是我们找不到它。月桂叹了口气：“媚儿下去看过，什么也没有。”南星沉思片刻，道：“他既然在井里生活过，一定会留下痕迹。等我找时间再下去看看。”从白竹山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惦记着那口井，希望能找到突破口，抓住那个在背后加害傅青燕的人。现在他正好可以顺着这条线索挖下去。那到时候我们跟你一起去，我们对白竹山比较熟，说不定能帮上忙。南星点点头，没有拒绝。见南星一直和旁边的女人交头接耳，齐玉堂有些受挫，于是他开始没话找话：“南星，你旁边的美女是谁呀？以前怎么没见过？”南星看向齐玉堂：“她叫月桂，是我的朋友。”“朋友？也是道士吗？”“不是。”“那是做什么工作的？”月桂被齐玉堂问得一个头两个大，这个问题他要怎么回答？难道说他是只妖精？他是中医？南星帮月桂回答：“中医？那会诊脉吗？”齐玉堂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只知道他得有存在感。
南星才会注意他。于是他把手伸到月桂前面，正好我最近睡眠不太好，岳医生能帮我把下脉吗？月桂虽然擅长捣药，但诊脉也不在话下，当即把手放在齐玉堂的脉搏上。半分钟后，问：你最近是不是精神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头发也掉得比较多。齐玉堂点头：是，这些症状我都有。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吗？月桂嗯了一声，收回手。你是肾精亏虚，可以用熟地、山药、山萸肉等物调补，不是什么大问题。月桂说完，傅青燕忍不住低笑了一声。齐玉堂脸色一沉：你笑什么？没什么。傅青燕摇了摇头，唇边的笑挥之不去。齐玉堂接受不了吃顿饭的功夫就被诊断为肾虚，不死心地看向月桂：你诊得准不准？我看过很多知名老中医，他们都说我的肾很好，信不信随你。月桂耸耸肩，一脸无所谓的表情，这让齐玉堂更下不来台了。他板着脸道：那我只能当你是庸医了，毕竟你这么年轻，经验肯定没有那些老中医丰富。好吧，那你就这么认为好了。一顿饭，齐玉堂吃得心里窝火。他本来是想跟南星聊天的，但南星全程都在跟月桂窃窃私语，要么就是看窗外的风景，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好消息是，他也没把傅青燕放在眼里，倒是齐宝心情很不错。看到妹妹扬起的嘴角，齐玉堂忍不住问：你在笑什么？齐宝回过神来：啊，没什么，想笑就笑了。不对，你不对劲。齐玉堂关掉车上的音乐，看向副座的齐宝：吃饭的时候你就挺开心的，还一直盯着傅青燕看，不会是对她有意思吧？齐宝没有否认，而是问齐玉堂：那你呢？你喜欢南星吗？齐玉堂没想到齐宝问这个，故作冷静地反问：很明显嘛，你是我哥，你心里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齐宝抿了抿唇：哥，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关于我们兄妹俩的终身大事。听到终身大事4个字，齐玉堂心里隐约有了判断，他严肃下来：你说。齐宝在心里想了很久，也就不藏着掖着了，直截了当道：我确实喜欢傅青燕，正好你也喜欢南星，那咱们兄妹可以联手，各取所需。联手？齐宝点头：我先帮你追南星，事成之后，你再帮我嫁给傅青燕。反正南星嫁给傅青燕也是为了权力地位，既然如此，嫁谁不都一样？齐玉堂想了想，道：这件事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毕竟傅斯两家联姻的事已经公之于众，若是取消联姻，除非双方撕破脸，或者傅青燕找到了他的小丸子。对了，小丸子，他倒是有机会等到傅青燕找到他的白月光，再趁虚而入。那宝怎么办？他还不知道傅青燕有白月光的事吧？没事的哥，我会想办法的。齐宝道：他们2个本来就没感情，拆散他们问题不大。你可以拆散他们，但要注意分寸，尤其不能伤害南星。他毕竟救过你的命。我知道，他还是我未来嫂子呢。齐宝嘴甜，一句未来嫂子直接把齐玉堂哄得五迷三道，感觉下一秒就要抱得美人归了。他扬起笑容：那就看我妹妹的表现了。从猎场离开后，南星把月桂送回庄园，承诺他红罗今晚就会回来。月桂连连道谢。庄园门口，司家的车已经等候许久。南星看到司机有些意外：大小姐，司总让我转告您，司少爷醒了，请您务必过去一趟。傅青燕皱眉：人不是已经就回来了吗？是就回来了，但好像惹上点麻烦。司总说只有大小姐能解决。傅青燕还想说什么，就听南星道：你先走吧，等我解决了4号的事就回去。傅青燕犹豫片刻，沉声道：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别逞强。知道了。傅青燕离开后，司机忍不住道：大小姐，傅三少对您还挺好的。南星没有否认，傅青燕作为他名义上的未婚夫，对他确实称得上是仁至义尽了。物质上，他毫不吝啬，
平时也不会仗着富三少的身份随随便便给他摆脸色。想着，南星点头道：“是挺好的。”司机满心欢喜，同时又为思妍感到遗憾。如果当初思妍没有悔婚，那现在受宠的人就是他了。司家，南星刚一进门，就看到司长林愁眉不展的脸。南星，你来了。南星嗯了一声，走到司长林面前。司浩怎么了？司长林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叹了口气，将情况如实道来。原来昨晚司浩被送回家之后，就一直神神叨叨的，到今天白天才好一点。司长林看他状态还可以，就把他叫到书房谈心，主要也是想问问他大老远跑到白竹山做什么。一开始司浩死活不说，后来在司长林的循循善诱下，终于说了实话。他说班上最近流行玩一个叫斗兽宝贝的游戏，谁抽到的宠物兽厉害，谁就是大佬。司浩把零花钱全都充到游戏里，还是没抽出最强力的九尾狐。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个男生告诉他，白竹山的山头有座寺庙，庙里的神仙能帮人实现愿望。司浩当时一门心思扑在游戏上，说难听了，就是有点走火入魔的意思。于是他听信了男生的谗言，和朋友们结伴去了白竹山。后面发生的事就是南星知道的，他跪在神像前拜完，红罗就把他绑走了。现在的问题是，浩浩跟我说，他在拜神的时候口不择言，说要献祭自己20年的寿命。南星蹙眉，20年不是1年吗？在寺庙的时候，红罗给他看过幻象，幻象里的司浩明明白白说的是1年，而且也不是他的1年，而是思妍的1年。我现在就是担心，怕这事会应验。因为司长林顿了顿，似乎有些难以启齿。因为浩浩刚才跟我说，他抽到九尾狐了，全服第1只九尾狐。他怀疑是神仙答应了他的条件。南星，是我让浩浩玩游戏的。苏福雅带着思妍走过来，我只是想让他放松一下，没想到他一抽就抽出了那个什么九尾狐。若是放在以前，司浩只会觉得自己运气爆棚，但经过昨晚的事，他是真的害怕了。于是老老实实跟司长林交了底。长林，我觉得你就是太杞人忧天了。南星不是说那座山上都是妖精吗？既然是妖精，怎么可能帮人们实现的愿望呢？苏福雅说着看向南星。南星，阿姨说的对吗？南星没有理会苏福雅，而是道：带我去看看司浩。见南星没有认可他的推测，苏福雅当下有些不安。难道司浩真的不是走运，而是交换了20年寿命才实现愿望？不可能。那些妖精都已经被南星收了，要是真那么厉害，怎么可能被他制服？思忖间，几人来到司浩的房间。司浩正躺在床上装死，听到动静也没出声。司长林冷声道：起来。见装不下去了，司浩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从床上爬起来，还咳了2声。爸，我不舒服，不舒服还能玩游戏，不舒服还能吃下5个大包子，你这样都叫不舒服，那我们其他人都别活了。听到司浩挨骂，思妍有点想笑，但还是忍住了。长林，你总骂孩子干什么？浩浩有可能真不舒服呢。在溺爱孩子这方面，苏福雅一向没有对手。她揉了揉司浩的脑袋，问南星：怎么样？能看出什么吗？南星盯着司浩看，司浩一开始还敢跟南星对视，几秒后便收回目光看向别处。他总觉得南星的目光很冷，冷到骨子里，让人浑身不舒服。须臾，南星摇了摇头。苏福雅以为南星的意思是司浩没问题，赶忙松了口气。老公，我说什么来着？浩浩就是单纯的运气好，我是想说他的问题无解。南星一句话让苏福雅的笑容僵在脸上。南星，你说什么？我说他的问题无解。南星淡淡道。他去的那座寺庙100年前供奉着地藏仙，后来因为妖气太重，地藏仙便将自己的一缕仙魂封印在寺庙里，真身另寻他处。司浩许愿的时候，愿望顺着仙魂传到了地藏仙那里，
因此他能抽到九尾狐，确实是地藏仙帮他实现了愿望。苏福雅愣在原地，只觉得浑身血液倒流，从头发丝冷到脚尖。所以南星的意思是，地藏仙真的拿走了司浩20年的寿命。噗！思妍忍不住笑了出来。苏福雅不可思议地看向他：“妍妍，你弟弟都快没命了，你还笑得出来？他活该呀！”思妍不以为然：“我早跟他说过不要沉迷游戏，他非不听，还为了游戏里的宠物献祭自己的阳寿。这事要是传出去，外人不得笑话死咱们。”苏福雅又急又气，想反驳思妍，又无话可说。司浩这事做的确实是荒唐了些。古今中外，为了得到心爱之物献祭阳寿的人不在少数，但像司浩这种为了一个游戏里的宠物献祭阳寿的，只能说上下5000年。只此一位，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司浩忽然握住南星的手：“南星，不是，姐，你帮帮我，我不要什么九尾狐了，我把它还给地藏仙，你让他把寿命还给我行不行？”第93章，思妍恼羞成怒。司浩苦苦哀求的时候，思妍就在旁边看热闹。自从老夫人清醒，她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但凡那老东西醒着，总要找机会使唤他，不是让他打扫房间，就是让他帮忙穿针引线。但偏偏他对司浩就没那么刻薄，不仅不使唤司浩，还偷偷给他塞好吃的。时间长了，思妍心里越来越不爽，看司浩的时候也戴上有色眼镜，巴不得他捅出什么篓子，好让老夫人知道他宠爱的宝贝孙子是什么货色。南星，你那么厉害，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吧？苏福雅看向南星，一颗心七上八下。然而南星只是摇了摇头：“我说了，他的问题无解。”“无解？怎么可能无解？他不过是脑子不清醒的时候说了胡话。你去找那个神仙，让他把浩浩的命还回来，不行吗？”苏福雅的情绪有点激动，司长林按住他：“南星要是有办法，还能藏着掖着不说，这是浩浩自己闯的祸，你对他大呼小叫什么？”“苏福雅努力控制情绪：“对不起南星，是我激动了，我也不想这样的。但浩浩毕竟是我的儿子，没有哪个当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听到苏福雅说出这种话，南星唇角微勾，只觉得讽刺。的确，没有哪个当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所以苏福雅当年遗弃他，也不是苏福雅的错，毕竟他不是苏福雅的孩子。因为是别人的孩子，所以活该去死，活该给他的孩子铺路，这就是苏福雅的生存法则。南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司长林问。还是说这种事有什么讲究？南星不动声色推开司浩的手，道：“司浩的行为说白了就是去商场买东西，他付了钱，对方给了东西，已经一锤定音了。现在他忽然反悔，要退货，你们觉得对方会怎么做？当然是退给他。”苏福雅抢答：“我去商场买东西，不想要了都是可以退的，那是因为你买的东西是明码标价，就算退回去也有其他人愿意买。但司浩买的东西……”南星顿了顿，且不提有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出那么高的价钱，就算有，地藏仙帮他实现愿望也是付出了愿力的。仙家怕和凡人产生纠葛，自古在这种事情上都是一锤定音，没有反悔的先例。苏福雅闻言脚步微晃，口中喃喃道：“完了，这下完了，20年阳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关键是这20年寿命还没换来什么好东西，就只换了个虚拟的宠物，传出去估计都得因为过于脑残而名垂青史。那我再去求一次，求20年的寿命，用钱来换。在仙家眼中，寿数、气运、命格才是能帮他们提升修为的东西，就算是搬一座金山银山过去也没用。”思妍啧了一声。其实20年的寿命也没什么，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活到80岁，你活到60岁，正是能自理的时候，也免受后面那20年的痛苦了。司浩闻言，不可思议地看向思妍。从前他一直觉得思妍只是跋扈了些，
仗着姐姐的身份使唤她做这做那，其实心里还是在乎她的。但刚才思妍的反应，让她彻底看清了她的真面目。原来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哪怕是20年的寿命，在她看来也不算什么。亏她还那么紧张思妍，觉得愧疚，对不起她。想着，思浩咬牙问：“什么叫20年的寿命没什么？如果换成是你，你也能这么坦然吗？”当然了，我一直觉得活到7老80没什么意思，能死在健康的时候也挺好的。司长林刚想警告思妍别乱说话，就听思浩道：“你就是说说而已，我才不相信你真的不在乎。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早就哭天喊地了。可惜，蠢到用20年寿命来换虚拟宠物的人不是我呢。”思妍双手环在胸前，做出一副你也拿我没办法的表情。这下思浩真的破防了，他红着眼睛问思妍：“姐，我少了这20年的寿命，你就只觉得可笑，没有半点心疼吗？”看到思浩这样的表情，思妍皱了皱眉，心里有点不舒服。虽然他看不惯老夫人重男轻女，但再怎么说，思浩也是他的弟弟。这么多年相处下来，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也是不可能的。思妍张了张嘴，刚想说他没有不心疼，老夫人的贴身佣人便走过来道：“二小姐，老夫人叫您过去一趟。”思妍的心当即冷下来，问佣人：“什么事啊？”老夫人说她的玉雕不见了，问是不是你拿走的？为什么问我？她的玉雕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老夫人说你去过她的房间，那也是她让我去给她打扫卫生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去。思妍忍不住挑高音量：“思家那么多人，她怎么就只针对我一个人？思浩没进过她的房间吗？你没进过她的房间吗？凭什么她的玉雕丢了，就来找我兴师问罪？”这佣人被思妍的反应吓到了，处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深知这事也不怪老夫人偏颇，毕竟老夫人之前压在枕头下面的符纸就不翼而飞。他们盘问了那段时间进过老夫人房间的人，就只有思妍。后来他们去思妍的房间里找，果然在垃圾桶里翻出了被撕碎的符纸。不过老夫人碍于思妍的面子，没有拆穿这件事，希望有朝一日她能想明白，主动向她道歉。可老夫人却迟迟没有等来这一天。眼下她房间的玉雕丢了，自然怀疑到思妍头上，这才想将她叫到房间，想借着这个机会将符纸的事也一并解决了。你去告诉奶奶，我没有偷她的玉雕，我思妍不是小偷，也不屑做小偷。言，苏福雅蹙眉，生怕思妍又口无遮拦，惹司长林生气。思妍一把甩开苏福雅，声音哽咽道：“我承认，之前我是做过对奶奶不好的事，但那也是因为她一直偏心思浩。我也是思家的孩子，凭什么她就只针对我，不针对思浩？难道就因为我是女孩，所以她就看不起我吗？”第94章，20年寿命换20年霉运。思妍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苏福雅赶紧拽她：“好了，妍，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老夫人那边，妈去帮你说清楚。”思妍气上头了，一把甩开苏福雅：“你说有什么用？说了她也不会听，她就是看我不顺眼，谁说都不管用。”说着，她又看向思浩：“你刚才问我会不会心疼，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会，因为这个家只要有你在，奶奶的心就会一直在你那边，还有爸妈，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思家产业肯定是要给你的，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着急嫁个好男人？”司长林被思妍的言论气得半死，指着他问：“思妍，原来你就是这么想我们的吗？你从小吃穿不愁，想要什么爸爸妈妈都给你了，论物质上的给予，浩浩可能还不如你。即使这样，你也不满意吗？”思妍冷笑：“那些小恩小惠对你们来说算得了什么？我上次去公司的时候都听见了，他们说你要把公司给思浩，让他当继承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您和奶奶一样，都改不了重男轻女的毛病。在你们眼里，女孩就是不如男孩，就因为我比他少了个板，
这辈子都不可能比他受宠。啪！司长林忍无可忍，用力甩了思妍一巴掌。思妍没有表现出半点惊讶，捂着脸，烧红的眸子看向司长林：“要是打我能让您痛快，那就打吧，反正您也舍不得打思浩，不是吗？”司长林对思妍心如死灰，愤愤道：“我打你跟思浩没关系，是你自己不争气。公司的继承权我为什么不给你？你有好好想过吗？每月花着上百万的零花钱，成天给我惹麻烦，我给你报的课你也不学，这种态度怎么经营公司？”思妍这会儿已经不想听司长林说什么了，满脑子都是他被忽视了。于是他冷笑道：“无所谓啊，反正你们宠爱的宝贝儿子已经献出了他20年的寿命，他有没有机会享受到继承权还不一定呢。”听到思妍这么说，思浩终于忍不下去了，他深呼吸，看着思妍道：“姐，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实话告诉你吧，我献祭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寿命，是你的。”思妍闻言愣了一下，紧接着睁大双眼：“你说什么？”“我说，我献祭的是你的寿命。”思浩狠狠瞪着思妍，这些年被他使唤的怨气一股脑地倾泻而出。思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失笑：“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会害怕吗？还是说你想用这种方式激怒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思浩道：“你要是不信，可以问南星，他肯定看得出来。”话落，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南星。南星看着思妍身上缠绕的死气，道：“思浩说的是真的。”此话一出，不只是思妍，司长林和苏福雅也愣在原地。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事情的走向会是这样。司长林定了定神，沉声问思浩：“到底怎么回事？”“是啊，浩浩，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干嘛要献祭你姐姐20年的寿命？”比起司长林的愤怒，苏福雅更多的是不理解，不理解两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多荒唐事。思浩清楚自己闯了大祸，如实道：“本来没有20年那么多的，只有1年。但是那座庙里不干净。”我刚说完，就有一阵阴风吹过去，供台上的东西都倒了。我实在太害怕，就胡说八道了一通。南星微微皱眉，看来红罗给他看的那段幻象后面还有内容。你这孩子！苏福雅扬起手想打思浩，但看他畏畏缩缩的样子，又不得不放下，掩面哭泣起来。哭哭哭！你有什么好哭的？看看两个好好的孩子被你养成什么样了。司长林脸色铁青，忽然就感觉思家要完。思妍嚣张跋扈也就算了，思浩还这么歹毒，两个孩子养成这样，他还能指望谁？思浩，你说的都是真的？思妍不死心的又问了一遍。思浩点点头。思妍沉默了2秒，当即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追着思浩揍：“思浩，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竟然害我！你把命还给我，还给我呀！”南星，司长林再也看不下去这场闹剧，交代苏福雅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便走出房间。走廊里，男人深深叹了口气，眉宇间的愁云清晰可见。须臾，他抬眸看问南星，严严的是：“真的不能想想办法了吗？”“有办法，但治标不治本。”南星道：“寿命既然已经交换出去，就没有还回来的道理。除非什么？除非他愿意送出其他宝贵的东西，比如20年的气运。20年的气运，也就是说，如果思妍想延长寿命，就要接受连续20年倒霉。如果思妍愿意，我可以帮他跟地藏仙沟通一下，但不确定能不能成功。”司长林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当即道：“不用问了，如果能换回寿命是最好的。”“那好。”南星点头，“到时候我再去一趟白树山，当面求问地藏仙。”司长林松了口气，想起南星身上的伤，又问：“你的伤好点了吗？”“好多了。”南星语气冷淡，“傅三少帮我上了药，现在应该已经消肿了。”司长林闻言，眸色微动：“你能和阿燕好好的，爸爸就知足了。”他对南星的亏欠不是3言2语能概括的。如今看到南星和傅青燕相处的还不错，他比谁都开心。
南星临走前，老夫人将他叫到房间，一看到南星，老夫人便扬起笑容：“南星，快过来！”南星怔愣片刻，脑海中浮现出思妍嚷嚷着老夫人重男轻女的场景，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误会。他走到老夫人面前，见对方神秘兮兮地掏出一个红色的绒布袋递过来。这是第95章，早生贵子，早生贵子。什么？老夫人见他不明白，轻轻啧了一声，将里面的东西小心翼翼倒在床头柜上，有大枣、花生、桂圆、莲子，合起来正是早生贵子。我听说你和阿燕明年就领证了。这个福袋是我让老家的人寄过来的，据说很灵验，你带在身上，争取早点生出个曾孙给我瞧瞧。南星嘴角抽了一下，下意识推脱：“我用不到这个。”“怎么会用不到呢？”老夫人不明所以，忽然想到什么，盯着他的肚子：“该不会你现在已经……我和傅青燕还没结婚，不会做不合时宜的事。”南星一句话，直接浇灭了老夫人的希望。他叹了口气：“没结婚也是订婚了。傅家和司家老早就定下过娃娃亲，他们不会赖账，早生晚生都是一样的。”南星知道老人家都喜欢抱孙子，因此也不忍心告诉他真相，只淡淡道：“未婚先孕不可取，等时机成熟再说吧。”见南星态度坚决，老夫人也没再说什么，将东西收回福袋，塞进南星的小布包。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主见，不过你也别嫌奶奶啰嗦。阿燕那孩子年少有为，长得又俊，关键是对长辈也孝顺。像他那样的男人，多少女人挤破头都想嫁，你可千万别把他放跑了。南星闻言，没有像以往那样点头认可，而是道：“他长得不错，我也不差。他年少有为，难道我就一无是处？奶奶，现在是新时代了。女人不需要依附男人才能生存，我从不觉得自己低他一头。”南星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没有半点居功自傲的样子，反而像是在阐述一件公认的事实。老夫人愣了一秒，旋即笑道：“的确，我孙女一点都不差，不仅不差，还很优秀。你救了阿燕的命，也救了我的命，还有这次浩浩的事，如果不是你出面，他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么一看，倒像是阿燕高攀了。”南星微微一笑：“傅三少有他的过人之处，他在商业上的建树是我不可企及的，谈不上谁高攀谁。”经过和老夫人的短暂交谈，南星愈发觉得思妍口中老夫人重男轻女的事有蹊跷，而老夫人也发现南星的内心非常强大，和寻常人家的小姑娘都不一样。看望完老夫人，南星准备离开。“南星，什么时候再来看奶奶呀？有空会来的。”南星说完，又想到什么：“对了，您丢的那块玉雕不是思妍拿的，而是更容易接触到她的人。”老夫人一怔，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是谁，南星的身影便消失不见。南星刚回到傅家，就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你昨晚干嘛去了？都说了是去应酬，你烦不烦？我在家辛辛苦苦带孩子，你说我烦，你辛苦。别以为我不知道，孩子都是保姆带的。”傅正阳和庄韵然吵了几句，两人3岁的儿子傅景天便哇地哭了出来。傅正阳心烦意乱，抓了件外套就往外走：“你才刚回来，又要去哪？我的事轮不到你管。”傅正阳大步流星往外走，刚好撞上回来的南星。他皱着眉，没有理会南星，越过他离开。傅正阳、庄韵然抱着哇哇大哭的傅景天追出来，见南星就站在外面，脸色当即有些难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就刚刚。”庄韵然抿了抿唇，道：“以后回家提前打声招呼，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要不要让人准备你的饭菜。”南星盯着庄韵然看了几秒，冷不丁问：“二嫂想生2胎吗？”“什么？”庄韵然一愣：“生孩子那么疼，生一个就够了，我才懒得生第2个。”南星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那就没事了。”“什么意思？”庄韵然直觉南星话里有话，连忙追问。南星想了想，
看在庄韵然是嫂子的份上，好心提醒。傅二少最近有红鸾星入官禄宫，有中年主添丁或外遇之意。如果二嫂不想生二胎，就要看看是不是第二种情况了。庄韵然皱了皱眉，抱着孩子的手不自觉收紧。最近傅正阳总是早出晚归，甚至有时候夜不归宿。问他去哪了，他就说是去应酬。庄韵然嘴上不说，其实早就怀疑傅正阳在外面有女人，只是他心里在这么想，表面上也不会戳破这件事。你的意思是他在外面养小三？庄韵然咬了咬唇，不可能，正阳才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二嫂比我更清楚。看着南星表情淡然的样子，庄韵然心里更加紧张。是啊，我才是跟他朝夕相处的人，他有没有出轨，我是最清楚的。所以你也不要到外面乱说，知道吗？比起接受傅正阳出轨，他更怕豪门太太的美梦被戳破。毕竟这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身份。南星笑了笑，不答反问。景天哭得很厉害，二嫂不哄一哄吗？庄韵然这才反应过来，傅景天还在哭，额头上的青筋都哭出来了。他咬牙在傅景天屁股上掐了一下，不许哭了，再哭把你喂大灰狼。傅景天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听到大灰狼3个字，嘴巴一撇，哭声瞬间小了很多。南星微微颔首，抬脚回了房间。庄韵然站在原地，回味着南星刚才那番话，心中不免有些担心。难道傅正阳真的出轨了？对方是他认识的吗？庄韵然越想越慌，干脆把傅景天交给佣人，一个人回了房间。他得查出傅正阳这段时间到底干嘛去了。如果他真的在外面养了女人，那他就想办法把那个女人除了。翌日，胡家被查的事上了热搜。那天胡洪文被警方带走之后，中央关注到这件事，直接派人空降到京市彻查。这一查不要紧，竟然发现胡家和警方勾结，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聂霄儿，也就是财源滚滚表妹失踪一案，也随之浮出水面。原来聂霄儿的身份是一名记者，偶然结识胡洪文，和他成为男女朋友。一开始两人相处的还挺融洽，但渐渐的，聂霄儿发现胡家背后有一张盘根错节的大网。胡洪文本人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友善，在暗中做着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什么吸毒、拐卖人口、赌博，只有他想不到，没有胡家不涉及的。聂霄儿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权衡利弊后，决定利用胡洪文女友的身份深入胡家暗中调查。结果他调查的行为被胡洪文发现，胡洪文一气之下将他送到了缅甸。彼时远在老家的李伟还不知道表妹为什么失踪，他们全家辗转各大城市，希望找到聂霄儿的消息，但聂霄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都找不到。后来李伟来到京城，入职了京城某家公司，在公司他认识了来基层实习的胡洪文，以为他真的只是个实习生，对他倾囊相授。胡洪文也经常请教他各种问题，遇到不会的工作就丢给李伟，让他帮忙处理。李伟以为胡洪文是把他当朋友才这么做的，没想到胡洪文只是把他当工具人。再后来，胡洪文意外发现他是聂霄儿的表哥，准备故技重施，将他骗到缅甸打黑工。李伟以为胡洪文是真心给他介绍项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连线了南星，想问问项目能不能赚钱。没想到因祸得福，发现了真相。南星大概看了一下新闻，得知整个胡氏集团和涉事警方都已经被严格管控，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缅甸那边也已经派人去营救。网友们一致叫好，这真是现代版的我爸是李刚啊！胡洪文要是没在直播里说那些话，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一步。事实证明，家里有仨瓜俩枣的就该学会收敛，成天在外面装逼的那种，早晚会被制裁。这就是咎由自取。现世报，有了胡家的前车之鉴，我看其他豪门阔少还敢在外面为所欲为吗？
最惨的还是聂霄儿了。他坚持了身为记者的本心，还是没能斗过恶势力。哎，也不知道聂霄儿在缅甸过得怎么样。我听说缅甸园区那边不把人当人，还有水刑什么的，可残忍了。虽然他没斗过恶势力，但是有人帮他报仇了。在这里不得不安利我最爱的玄学主播星辰不移啊，我也是美女大师的粉丝。有人知道美女大师下次开播是什么时候吗？南星关掉微博，看到财源滚滚给他发来私信，先是对他表示感谢，然后说他已经跟着部队的人前往缅甸营救了，不知道能不能救出表妹。南星想了想，回复他一定会的。他大概掐算了一下，聂霄儿能度过这一劫，未来的日子也不会太差。回国之后，他会因为英勇揭露罪恶的表现被官方重视，成为一名知名记者。李伟则是找了份新工作，赚的不多，却十分安稳。南星回完私信，乌云嗖地跳到他腿上，抱着他的胳膊打起呼噜。正在这时，傅清燕发信息过来，说上镜把狐狸退回去了，之后又去了寺庙，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知道了。南星回完信息，准备去庄园看看红罗。霍九九得知他收了3只妖精，吵着要跟他一起去。于是南星先去观澜别墅接上霍九九，再一道前往庄园。庄园门口，3姐妹左顾右盼，看到车子来了，纷纷立正站好。化为人形的她们看上去和人类毫无区别。霍九九第一眼还以为南星雇了3个美女员工在庄园打工。庄主好，3姐妹齐刷刷鞠躬。南星，这又是谁教他们的？你们都是妖精吗？霍九九睁大双眼，绕着3姐妹上下打量，长得好漂亮啊！红罗被夸得小脸绯红。哎呀，你也不差了。3姐妹依次自我介绍，霍九九记住她们的名字，又问：听说这里还有其他精怪？是的，他们都在里面，你要看看吗？霍九九点头如捣蒜。趁月桂带着霍九九去看其他精怪，红罗和媚儿拉着南星回到房间。我给你看看昨晚发生的事。红罗右手一挥，幻象再次出现。画面里，刚刚洗过澡的上镜从浴室出来，抱着红罗爱不释手。小仙女，你喜欢这个新家吗？红罗摇着尾巴，发出呜呜的声音。上镜喜笑颜开，嘿嘿，就知道你喜欢。说着，他又拿起手机开始给红罗拍照。因为白狐很少见，再加上红罗的毛发非常蓬松柔顺，上镜几乎能想到照片发出去会有多少点赞。然而，就在他对着红罗拍个不停的时候，唰！镜头里的狐狸忽然变成一个婀娜多姿的女人，上镜吓了一跳，慌忙把手机扔出去。但当他再看向红罗的时候，发现他又变回了狐狸的样子。奇怪，是眼花了吗？上镜心有余悸，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捡回来。相册里的照片都是狐狸，哪里有女人的影子？上镜怀疑自己是压力太大，出现了幻觉，继续给红罗拍照。伴着快门的咔嚓声，上镜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也愈发确定是自己看花眼了。小仙女，最后再给你拍一张特写哦。上镜趴在地上，手机镜头对准红罗。然而，就在快门按下去的瞬间，画面再次闪烁。只不过这一次出现在眼前的不是婀娜多姿的美女，而是一张七窍流血的脸。啊！上镜吓飞了。手机扔出8丈远，连滚带爬地跑出房间。哈哈哈！媚儿捂着肚子乐不可支。红罗，你也太坏了！我不坏，他怎么肯放我回来？红罗眉毛一挑，表情理所当然。事实证明，红罗说的没错。上镜被吓成这样，仍然不打算放弃领养，大概是因为他狠话都已经放出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承认动物成精，相当于打自己的脸。于是，在当天凌晨，红罗使出了他的绝杀。第96章，官方点名表扬。他先是学婴儿夜半啼哭，再是化成人形在房间里翩翩起舞，把上家人吓得半死。
纷纷劝上镜赶紧把狐狸送回去。事已至此，上镜哪里还敢为了自己那点面子逆天而为？赶紧让人把狐狸送回猎场。天一亮，又马不停蹄去庙里烧香拜佛，生怕被邪祟缠上。现在这件事已经传开了。听温将军说，今天有好几个人去猎场办理退卡。红罗顿了顿，南星，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三姐妹还有那些动物们肯定没有好下场。媚儿也道，其他道士就想着怎么收了我们，只有你愿意帮助我们修炼成仙，我们真是遇到好人了。南星笑了笑，从妖到仙的路没那么好走，你们若真有此意，在修炼的同时，也要多多积德行善。我们会的。红罗和媚儿异口同声。对了，南星看向红罗，那天你给我看的4号的幻象，后面是不是还有内容？红罗吐了吐舌头，后面就是我吓唬他的场景了。我怕你说我，就没放给你看，让我看看。南星道。红罗不敢忤逆，乖乖放出幻象的后半段。4号说完那句献祭私言1年的寿命之后，忽然一阵阴风吹过，房梁上的经幡左右摇摆。4号一惊，以为神仙嫌他心不成，连忙改口两年。结果阴风不仅没停，反而吹得更猛了，还伴随着咯咯咯的笑声。4号吓得几乎晕厥，凭着仅存的意志力往外跑，一边跑一边道：我错了，2年不够就10年，10年不够就20年，求你放过我吧。下一秒，红罗举着烛台出现在4号面前，4号再也绷不住，两腿一软晕了过去。嗨，我没想到他这么脆弱。红罗低下头，表情有些尴尬。南星该不会生气吧？毕竟那个男孩是他的弟弟。然而，南星只是喃喃道：看来4号没骗人。什么？没事。南星摇摇头。4号随口说出的20年寿命，地藏仙当真了，并且把这20年记在了司言头上。他本没必要管这等闲事，但为了修为着想，还是决定把这活揽下来。霍九九被庄园里的精怪震撼得叹为观止，更让他惊讶的是，这里竟然住着这么多将士。之前他只是听说，但没开天眼，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开了天眼，想象变成现实，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小丫头，我交代你的事，你完成没有？温乐荣飘到霍九九面前，自上而下睨着他。啊，什么事？温乐荣啧了一声，就是那个游戏呀。我让你去跟画师说，把温将军的形象改成我这样，你说了没有？霍九九反应过来温乐荣在说什么，尴尬地笑了一下。那个呀，说了，画师再改了。说完，便脚底抹油溜走了。人家游戏运营的好好的，哪能说改就改？像南星说的，轰轰得了。此时，南星坐在房间里，正准备开直播，霍九九气喘吁吁跑进来。温将军也真是的，游戏形象哪有那么好改？再说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小鲜肉。哎，南星你要直播呀？南星，我需要尽快提升修为。霍九九知道南星靠直播提升修为的事，好奇地问：你这么急着提升修为，是为了追查那个幕后黑手吗？南星不置可否。廖峰留在符纸上的煞气越来越淡了，时间越长，希望越渺茫。那如果守株待兔，等他再出现呢？南星摇头，对方的修为远在我之上，如果不提前掌握他的行踪，等他再次加害傅三少，不只是他，连我也会受到牵连。如果傅青燕像之前那样一病不起，他的灵力跟着受到影响，再想打翻身仗就很难了。这么看来，提升修为的事确实是迫在眉睫。霍九九坐到南星身边，掏出手机：来吧，直播，我来给你控场。南星打开直播间，不出1分钟，就有几千人涌进来。大师终于开播了。大师，你上热搜了知道吗？官方点名向你表示感谢呢。霍九九哦了一声，赶紧用自己的手机登录微博，果然发现南星挂在热搜上，井号星辰不疑惩恶扬善，
井号星辰不宜玄学，井号星辰不宜国民妹妹。南星直播间的 ID 叫星辰不宜，取自他和师傅的名字。或99点进热搜，看到华国日报了南星的微博，配文：当玄学成为惩恶扬善的武器，迷信二字将沦为空谈。文章里细数了南星在直播间里的善行，包括但不限于揭露山村封建陋习，帮助警方破获支教老师严寒失踪案，曝光胡家恶行等等。南星，你火了！或99两眼放光，华国日报点名表扬你呢。南星淡定地点头，表面看他是宠辱不惊，实际上是被一个熟悉的 ID 吸引了注意力。山金赚大钱，打赏了10个浪漫之心；山金赚大钱，打赏了20个私人飞机；山金赚大钱，打赏了50个火箭筒。南星，这就是土豪的自觉吗？只打赏不连麦，大隐隐于市。我去，这么多礼物！或99看到满屏的礼物，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山金赚大钱，你要连线吗？南星问。上次我欠你一卦，我还记得。几秒后，山金赚大钱回复：不用，土豪大哥受我一拜，送这么多礼物却不连线，是大师的忠实粉丝没错了。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么多礼物分到主播手里是多少钱？多少钱不重要，主播是私家大小姐，本来也不缺钱。既然山金赚大钱不需要算命，那咱们就按照惯例抢到福袋再打赏。南星发完福袋，一个名为不爱吃核桃的网友抢到福袋，并送上浪漫之心。视频接通，一个20来岁的男人出现在镜头前面。大师你好，我叫肖鹏，今年22岁。男人自报家门的行为引来网友们的议论。帅哥是来相亲的吗？友情提示：大师已经订婚了，你应该没有机会了哦。你有腹肌吗？有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肖鹏脸上闪过一丝红晕。那个，我有女朋友了。见话题有些跑偏，男星问：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肖鹏敛起笑容道：是这样的，大师，我怀疑家里有鬼。第97章，把你当成他的孙子了。芜湖，又是一个家里有鬼的。男鬼女鬼，长得漂亮吗？我不知道是什么鬼，但是肖鹏顿了顿，但是我知道那只鬼一定很爱吃核桃。哈，爱吃核桃的鬼，听起来萌萌哒。肖鹏对网友们的反应并不意外，继续道：我刚搬到这里不久，最近总是发现犄角旮旯里有包好的核桃，但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啊，怎么会有核桃呢？会不会是仓鼠、老鼠之类的搬过来的？对呀，老鼠什么的应该有囤积癖吧。我知道一款除鼠药很好用，小哥要不要试试看？不是的，肯定不是老鼠弄的。肖鹏非常坚定，说着就抓来一把核桃凑到镜头前面。你们看，这些核桃每一粒都剥得非常干净，连外面那层薄薄的皮都没有，这怎么可能是老鼠剥的？网友们看到这一幕也有点奇怪，看着确实不像是老鼠剥的，那就奇怪了，该不会是房间里藏人了吧？没有人，我看过监控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来找大师连线。南星沉默了一会儿，道：你拿着镜头在房间里转一圈。肖鹏连忙照做，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厨房、厕所，任何角落都没放过。大师，能看出是什么问题吗？肖鹏紧张地问。那些核桃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不过一般是在抽屉里，有时候还会跑到我枕头下面。等一下，南星叫住肖鹏，你再回去刚才那间卧室。肖鹏镜头一转，是这间吗？这间是杂物室，房东往里面堆了好多没用的东西，就是这里。南星道：你进去，打开左手边最下面的柜子，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听到南星这么说，肖鹏意外的有些不安，他迈步走进卧室，按照南星说的打开左手最下面的柜子，看到里面的东西，肖鹏愣了一下，背上瞬间冒出一层冷汗。大师，这是……卧槽，是遗照，还有骨灰！姐妹们，我方了，我真的方了！老奶奶的笑容好瘆人啊！妈妈，我怕
肖鹏拿起相框，上面赫然是一位老人的黑白照片。你把照片和骨灰放到桌子上，再上3炷香，摆一些贡品。肖鹏不敢追问照片上的人是谁，赶紧到楼下超市买了香和水果，挨个摆在桌子上。很快，杂物间的桌子就变成了一个小型供台。如此一来，气氛就变得更瘆人了。大师，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些核桃跟遗像上的人有关吗？有点怕怕的。南星在镜头这边甩出一张通灵符，不消片刻，画面里便出现一团人形白雾。请问这是特效还是什么？上面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吧？大师的直播间从来不搞特效，以后你就知道了。镜头那边，肖鹏也看到一团白雾从照片上飘出来，当即吓得腿软。大师，这，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南星说着，对屏幕那头的白雾说：“你认错人了，他不是你的孙子。”白雾闻言剧烈地扭曲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这个事实。他只是和你孙子长得像，又年纪相仿，但他确实不是你要找的人。南星说完，又问肖鹏：“能联系到房东吗？这个问题需要他们亲自过来处理。”能的。肖鹏连忙给房东打电话，告诉他们这边发生的事。意料之外的，房东并没有想象中惊讶，反而是在听到房间里四处出现核桃时，声音有些哽咽，口中嘟囔着：“是妈回来了。”挂了电话，肖鹏默默退出杂物间，关好房门。他局促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到一墙之隔的地方有一只阿飘，心脏砰砰直跳。大师，那个鬼真的不会伤害我吗？不会，他只是把你当成他的孙子了。孙子？肖鹏想起房东好像是有个儿子，因为他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房东提过一句，说他和他们的儿子长得很像。那他不去找他的孙子，找我干什么？我俩再像，他也不至于分不清吧？南星没解释太多，只是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很快，房东夫妇便赶到这里。两人一进门，肖鹏就把手机递过去：“这就是我说的大师，你们跟他说吧。”房东接过手机，激动地问：“大师，你是看到我母亲了吗？”“是，她就在旁边的房间里。”房东连忙推开门冲进去，看到遗像的瞬间，眼眶就红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妈！”南星隔空施术，白雾渐渐化成朦胧的人形，正是照片上老奶奶的模样。儿子，老奶奶做事去扶男人，两只手却穿过男人的手臂，扑了个空。男人擦掉眼泪：“妈，您一直在这儿吗？”“是啊。”老奶奶叹了口气：“你们搬家以后，我也不知道你们去了哪，只能在这里等。等着，都快忘记自己谁了。”不过，老奶奶想到什么，浑浊的瞳孔亮了亮。还好鹏鹏退役了，有他陪着我，我也就不孤单了。鹏，提起儿子，房东的表情变得十分痛苦。他哽咽道：“妈，那不是鹏，他已经……鹏怎么了？”老奶奶着急地问。“鹏他已经不在了。”房东说完，老奶奶愣了好久，忽然她像是想到什么，一边摇头一边嘟囔：“不会的，鹏明明还活着，他每天都回来陪我呢。”“妈，那不是鹏，只是一个长得很鹏很像的孩子，不可能。”老奶奶矢口否认，他也叫鹏，怎么会不是鹏呢？第98章，好男儿志在四方。老奶奶不愿意相信房东说的，口中不断嘟囔着：“他就是鹏，就是我的孙子。”房东见老奶奶固执己见，只好拿出藏在怀里的一页纸，纸上还沾染着他的体温。房东颤巍巍将那张纸展开，举到老奶奶面前。老奶奶盯着纸上的字看了几秒，过了一会儿，忽然垂下肩膀，捂着脸哭了起来。房东想安慰，却无从下手，只能将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回怀里，由着老奶奶哭了很久。“妈，现在您相信了吗？我和淑芬不是故意把您落在这里的，是因为鹏，他去世之后，淑芬怕睹物思人，不敢再住这个房子，我俩就搬走了。但他后来又生病住院，
我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去医院看他，就没顾上您。”听了房东的话，老奶奶渐渐从悲伤中抽离出来，苍老的双眼看向他，她哽咽道：“对不起，是妈老糊涂了。”房东抹了把眼泪：“鹏鹏是您带大的，您想他也是正常的，只是外面那个男孩是这里的租客，他什么都不知道，您经常跑出来，会把他吓着的。”老奶奶在看过那张纸之后，就接受了孙子已经不在的事实，也意识到那个一直被他当成鹏鹏的男孩，其实并不是鹏鹏。那孩子叫肖鹏，大鹏展翅的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投缘，因为他和鹏鹏长得很像，名字念起来也差不多，所以就把房子租给他了。杨鹏、肖鹏，他到底是有多糊涂，才会把孙子认错呢？老奶奶含着热泪，从抽屉里拿出那本珍藏的相册，一页页翻看，相册里满满当当都是杨鹏的回忆。从他只有几个月大，光着身子坐在澡盆里大笑，到3岁时坐着电动小车在花园里转圈，再到7、8岁时去动物园看大熊猫。照片上的杨鹏始终笑容灿烂，从一个叼着奶嘴的奶娃娃，慢慢变成英俊帅气的青年。守在他身边的老奶奶也从一头黑发变得两鬓斑白。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和老奶奶的合影，那是杨鹏大学毕业准备去服役之前和他在家里拍的。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杨鹏紧紧搂着她，在她脸上涂满送别蛋糕上的奶油。老奶奶恍惚想起杨鹏那天在她耳边说的话，她说：“奶奶，感谢您把我养大，等我出海回来，给您带最漂亮的夜光螺。”后来杨鹏走了，老奶奶守着这个承诺等啊等，直到去世也没等到杨鹏回来。再后来，儿子和儿媳也搬走了，只剩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整日徘徊。渐渐的，他好像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也忘了自己在等什么。直到前不久，房子里来了新人，男孩长得和杨鹏很像，都很爱笑，朋友们还叫他鹏鹏。那一瞬间，老人家以为他苦苦等待的孙子回来了，他欢欣雀跃，却又小心翼翼。雀跃的是久别重逢，小心的是人鬼殊途。为了不吓到心爱的孙子，他每天趁肖鹏出去上班之后，偷偷剥他最爱吃的核桃，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那是他能给予肖鹏为数不多的爱，因为他记得孙子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他亲手剥的核桃。鹏鹏，怎么不吃核桃？是不爱吃吗？爱吃，我最爱吃核桃了，但是剥核桃太麻烦，我想用门夹，爸爸还不让，说门会坏。哎，那你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剥呀。微风徐徐的庭院里，老妇人坐在马扎上剥着核桃，小男孩蹲在旁边组装帆船模型。岁月静好，安暖相伴。奶奶，我长大想当海军。海军，海军好啊！我们那个年代的姑娘都想嫁海军呢，但是海军要出海，到时候我就没法天天看见奶奶了。好男儿志在四方，黏在奶奶身边算怎么回事？老妇人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笑意温和。男孩摆弄着模型，嘟囔：“那我要是想奶奶了怎么办？要是想奶奶了。”老妇人顿了顿，那你就把奶奶剥的核桃带到船上，就当是我在你身边了。思绪回笼，老奶奶捧着相册低声呜咽起来。这才是她的鹏鹏，那个调皮捣蛋、爱吃核桃、有着远大志向的鹏鹏。其实鹏鹏走之前还留了东西给您。房东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幅画，画上是一望无垠的大海，军舰凯旋，少年站在甲板上挥手，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岸上的老奶奶。这幅画是鹏鹏的遗物，他一直在海上，不知道您不在了，到死都想着回来看您。还有这些海螺，这些海螺应该是他出海的时候捡的，都放在袋子里，袋子里还有您给他剥的核桃，他应该是没舍得吃，我都给带过来了。老奶奶捧着孙子的遗物，泪水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无声落下。她点点头，欣慰道：“鹏鹏是个好孩子，他的理想实现了，人们会记住他的。
房东又安慰了老奶奶好久。等到一炷香差不多燃尽了，老奶奶忽然问：“能让我再见见那个孩子吗？”房东知道他指的是肖鹏，于是他道：“我去问问。”房东来到客厅，跟肖鹏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肖鹏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答应了。不过前提是他想带着手机进去。我没问题。房东道：“要是大师也觉得可以，那就没问题。反正这房子他们也不打算租出去，毕竟这里面全都是儿子的回忆。大师，我带着手机进去，会不会影响直播呀？”肖鹏问南星，他有点担心南星的直播间被和谐。要是真和谐了，南星的粉丝肯定要追着他砍8条街，不会影响。南星给肖鹏吃了颗定心丸。小帅哥，放心冲吧，官方都表扬主播了。这里可是正能量直播间，记住8个字：遇事不慌，全是特效，主播背景强大，就算直播平台倒了，他也不会倒。上面的不要乌鸦嘴呀！我在这个平台关注了好几个主播呢，看到大家这么说，肖鹏就放心了。他站在门口做了个深呼吸，鼓起勇气推开门。第99章，第2世的缘分。房间里熏香弥漫，肖鹏挥了下眼前的烟雾，看到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站在眼前，定睛一看，正是照片里的那位老奶奶。饶是肖鹏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在看到实打实的灵体时，心脏还是狂跳起来。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支吾道：“奶奶，你好啊！”老奶奶就站在遗像前面，和他保持着安全距离。他局促道：“孩子，对不起，是我老眼昏花，把你认成我孙子了。他小时候最爱吃核桃，我以为他回来了，就一直包核桃放在各个角落里。现在我知道了，你不是他，他已经不在了。所以你放心，奶奶以后不会再来了，你就安心在这里住着，别害怕。”肖鹏一愣：“不在了？他去哪儿了？他去世了，应该已经转世投胎了吧？”老奶奶摸着手里的海螺，眼中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去世了。肖鹏抿了抿唇：“对不起。”“哎，说什么对不起？是奶奶对不起你，让你好端端的在这里担惊受怕。”老奶奶叹了口气，余光扫一眼桌上的香：“时间快到了，我也该走了。地府那边其实找了我好几趟，让我去转世投胎，我都没答应，想着再见孙子一面。现在知道了孙子的去处，我也就没什么执念了。还有鹏。”老奶奶忽然叫肖鹏的名字，一如多年前呼唤孙子时一样。“我听说你想当明星，奶奶瞧着你长得这么俊，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冷不丁被老奶奶称赞，肖鹏有点不好意思。那只是一个想法，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刚来京城没多久，现在只是个小群演，也许这辈子都当不了主角。好男儿志在四方。老奶奶望着手中的海螺，口中喃喃：“你能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已经迈出了第1步。梦想一开始都是遥远的，但追着追着也就近在咫尺了。鹏，谢谢你，让奶奶找回了和孙子相处的快乐时光。鹏实现了他的梦想，你也会的。”随着一炷香燃尽，老奶奶的身影如烟雾般消失不见。肖鹏看着老奶奶消失的地方，心中不知为何有些怅然若失。他再次看向遗像上的人，一开始阴森的模样，这会儿看着竟多了几分慈祥。呜呜，我哭了，哭得好大声。奶奶是个好人，她不是想吓唬小帅哥，只是想再见他的孙子一面罢了。我也想我奶奶了，想奶奶给我包的粽子了。我奶奶上个月去世了，我因为工作太忙，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她会怪我吗？前面的小姐姐，你奶奶不会怪你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呀。对了，有谁知道奶奶的孙子是怎么去世的吗？哎，这是人家的私事，咱们就别问了吧。肖鹏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鼻子有点酸，他深呼吸，再次看向屏幕里的南星。大师，奶奶她已经走了吗？南星点点头，他已经放下心结，去转世投胎了。可是他都没跟他孙子见上一面，
他们还有第二世的缘分。南星道：下一世，他们不再是祖孙，而是兄妹。兄妹，萧鹏瞠目结舌。杨鹏在他之前投胎，下一世会比他年长。这一世奶奶给他的爱，下一世他都会回馈到奶奶身上。听到南星这么说，直播间里意难平的网友们瞬间释然了。太好了，如果奶奶下辈子还能见到她的孙子，那我就不难过了。死亡本来就不是终结，遗忘才是。记住这句至理名言。不知道下辈子奶奶会不会成为喜欢吃核桃的那一个？姐妹们插一句，我妈妈刚去世我就怀孕了。有没有可能我怀的是我妈妈呀？虽然听着有点好笑，但更想哭是怎么回事？这辈子我护你周全，下辈子你陪我远航，说的不就是他们吗？问题得以解决，萧鹏连连道谢，又打赏了好几个礼物，才切断连线。房东知道母亲已经转世投胎，没再留着一项骨灰之类的，全部打包带去新的住处。车上，房东的妻子向他伸出手，房东心领神会，将怀里的那张纸拿出来递给妻子。妻子把纸展开，指腹轻轻划过上面的字迹。虽然已经看过千百遍，但每次再看，心中还是会为儿子感到骄傲。杨鹏同志因保护公民财产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窗外微风徐徐，阳光透过车窗落进来，在杨鹏的烈士证映出一层淡淡的、永不磨灭的光影。直播间里，南星发出今天的第二个福袋，一个 ID 叫“我是女王”的人抢到福袋，送上浪漫之心。视频接通，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出现在镜头前面。女人20来岁，身材微胖，脸上画着精致的新娘妆。从她佩戴的奢华首饰不难看出来，应该是个即将嫁入豪门的准新娘。终于等来美女，这是美女吗？看着有点胖啊。胖什么胖？这叫丰满。你们男人都喜欢骷髅架子是吧？先不提胖不胖的事，你们不觉得这个美女的表情有点可怕吗？女人直勾勾盯着镜头，表情看上去阴恻恻的。没等南星问她要算什么，便抽出一张照片凑到镜头前面，帮我看看这个女人的命怎么样？她以后会幸福吗？南星只看了一眼照片，便淡然道：我只解决你本人的问题，这就是我本人的问题。女人忽然拔高音量，把直播间里的观众吓了一跳。卧槽，这人干嘛呀？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刚才看到奶奶鬼都没觉得可怕，他这一嗓子差点把我送走。你们是不是对富婆有成见？人家不过是情绪激动了一点，你们就在那说三道四，这跟富婆有什么关系？明明是她态度有问题。女人像是看不到评论里的内容，死死盯着屏幕重复，这就是我本人的问题，快告诉我答案，不然我让你的直播间开不下去。第100章，顾少爷不会娶你的。南星自然不会被女人的话威胁到，但看到女人手里拿着的照片和她本人面目狰狞的样子，忽然生出一丝兴趣。想着，他微微挑眉道：照片里的这个女人马上就要嫁入豪门了，未来的人生会多子多福，一帆风顺。这个回答还满意吗？女人听到这个答案，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她恍惚地摇着头，嘴里嘟囔道：不可能，她明明是个孤寡命，注定一生坎坷，怎么可能多子多福，一帆风顺？刚进直播间，没看明白照片上的女孩跟她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也不知道，看这架势好像是情敌。情敌不可能吧？他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那就是敌密。什么是敌密？就是敌人的秘密。上面的，我刚忘掉这个旋律，别逼我抽你。只有我想知道主播为什么回答他吗？他态度好差呀！难道堂堂私家千金还怕他一个富婆不成？看到这条评论，霍九九也道：南星，你别怕他，这个直播平台我爸都收购了，他算哪根葱？南星没说话，而是递给霍九九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霍九九立马就明白了，南星这是肚子里憋着坏呢。你想问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你了，还有其他要问的吗？
南星表情淡定地看着女人，女人也不知道听没听到他说的，右手发狠，将照片揉成一团，自言自语般地说道：“你知道吗？他小时候胖得像猪一样，还特别丑，满脸青春痘，班上的人都讨厌他，在背地里骂他是臭虫，是肥猪。哦，对了，他学习还很差，每次考试他都是年级倒数，老师骂他是猪脑子，他爸妈也这么觉得，动不动就对他拳打脚踢，抓着他的头发在大马路上揍。他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什么都不会，没有人男生喜欢他，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他的人生就应该是发烂发臭的。你告诉我，他凭什么多子多福？凭什么一帆风顺？老天，这女人什么毛病啊？人家招他惹他了，那个小姑娘都那么惨了，为什么还要诅咒人家？不对呀，刚才那张照片上的女孩长得不是挺好看吗？哪有她形容的那么惨？说到肥猪，倒是她自己比较像吧。大哥，你说了我不敢说的。女人的余光扫过屏幕，看到有网友阴阳她肥猪，情绪再次激动起来。她猛地一挥手，打翻桌上的化妆品。贱人，她就是个贱人，她不配得到那些。南星观察着画面里女人的一举一动，没有打断她发癫的行为。过了一会儿，女人忽然想到什么，再次凑近屏幕：“那我呢？你看看我的命怎么样？我马上就要嫁给顾衍，成为京城顾家的少奶奶了。我的命是不是比他更好？”南星盯着女人看了几秒，淡淡道：“你欲望膨胀，想要的太多，付出的又太少，一手好牌也能被你打得稀烂，以及你印堂发黑，很快就会有血光之灾。”女人闻言陡然睁大双眼：“你胡说什么？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在我最好的日子里诅咒我，信不信我让我未婚夫封杀你？颠婆，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私家可是4大家族之一，顾家给他们提鞋都不配吧？这就是个疯子，真不知道主播干嘛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我去打把游戏，连下一个人的时候叫我。”女人显然不能接受南星说的，拿起手机就要给未婚夫打电话。然而他号码还没拨出去，就听南星道：“顾少爷不会娶你的。”女人的动作僵住：“你说什么？”“我说顾少爷不会娶你。”南星表情平静：“他要娶的是照片上那个女人。”听到这个消息，女人放空了足足10几秒。就在直播间的观众以为信号不好卡住了的时候，女人猛地站起来，夺门而出：“顾衍呢？顾衍在哪？”女人抓住路过的工作人员发问：“不知道啊。”工作人员被女人的样子吓到，瑟瑟发抖地咽了咽口水：“废物！”女人低声嘟囔一句，继续拎着裙摆往前跑。随着镜头的移动，直播间里的人看出这是一家高档酒店。很快就有人通过画面里的蛛丝马迹人肉出酒店信息以及女人的身份。查到了，今天在这家酒店结婚的是顾家大少爷顾衍和郑家千金郑秋念。郑秋念，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郑秋念吧？郑秋念是谁？求科普。郑秋念10年前还在上高中，因为一个草稿本走红过。当时他在草稿本上画了好多惊艳的服装设计图，媒体评价未来可期，还将她誉为天才少女紫微星。啊，这么说我就有印象了，当时我还看过她的新闻呢。不是，等等，郑秋念当年不是很漂亮吗？怎么变这么胖了？都10年了。发福很正常，有些无聊人士不要一直逮着人家的身材说是好不好。直播间这头，霍99也在检索郑秋念的信息，果然是他。霍99小声嘟囔：“五官没怎么变，怎么气质差了那么多呢？”新闻里的郑秋念大约15、16岁的年纪，身材抽条拔节，十分纤细。她坐在教室一隅，低头在本子上作画，画面十分静美。忽然，霍99的视线一顿，紧接着露出瞠目结舌的表情：“南星，快看快看！”他将平板上的照片拉到最大，只见画面最左边的角落里，一个肥胖的身躯正偷偷盯着郑秋念看。
虽然气质不尽相同，但那双上翘的丹凤眼和薄薄的嘴唇，都和照片里的女孩如出一辙。郑秋念和那个女孩果然是高中同学。不过霍九九顿了顿，南星，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南星看着霍九九，等他继续往下说。第101章，好聚好散。郑秋念10年前是媒体口中的天才少女，看上去也很阳光，但10年过去，她好像一点成绩都没有，还发福了。倒是照片里那个女孩，原本又黑又胖，现在却变漂亮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霍九九指着照片中胖女孩的表情，你看她的眼神，是不是和郑秋念有点像？这边霍九九认真分析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扒出了新的信息。姐妹们，猜猜我发现了什么？刚才郑秋念亮出照片的时候，我眼疾手快截图了，然后去搜了一下，竟然发现照片上的女孩也是个名人。柯怡，著名时装设计师，大学毕业后赴美攻读硕士，目前在世界500强的顶级时尚公司任职金牌设计师。难怪看他有点眼熟，原来是科大设计师，我还看过他的秀呢。柯怡和郑秋念是高中同学，两人还都是搞设计的，这故事真是越来越玄乎了。我现在最好奇的是，柯怡是不是整容了？你们看她小时候的照片，胖得跟球似的，但是现在竟然这么瘦，还这么漂亮。我也想说，刚才郑秋怡形容那个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太夸张了，但是看了柯怡小时候的照片就不觉得了。这要是放在我们学校，别说是肥猪，更难听的绰号都起得出来。我要去给柯怡发私信，问问她到底是在哪整的，我也要去整。郑秋念没有切断直播，拿着手机在婚礼现场寻找顾衍。网友们干脆就趁这个时间脑洞大开，分析郑秋念到底为什么那么恨柯怡。我猜郑秋念就是嫉妒柯怡，嫉妒她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而她自己却活成了伤仲永。两相对比之下，心里不平衡。你们忘了主播刚才说的吗？他说顾衍要娶的人是柯怡，但今天却是郑秋念的婚礼。不行，我绕不过来了。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我已经破案了。事实就是柯怡从小嫉妒郑秋念，发愤图强之后变成了大名鼎鼎的设计师，还抢走了郑秋念的男朋友。郑秋念怀恨在心，于是连线主播询问柯怡的命数。合理，非常合理，不是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老天也太不长眼了。柯怡都当小三了，还能多子多福一帆风顺，不然郑秋念为什么忽然发癫？肯定他也觉得命运不公啊。南星，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霍九九的好奇心已经被拉满，这会儿看着南星淡定的样子，就知道他什么都算到了，只是故意不说，说了多没意思。跟网友们一起破案不好吗？啊，你讨厌！快给我剧透！霍九九做事去挠南星的痒痒肉。就在这时，红罗端着下午茶走进来，庄主，霍小姐，吃点东西吧。红罗瞧见南星在忙，轻手轻脚将托盘放到桌上，便退出房间。南星拿了块果脯塞到霍九九嘴里，好好看戏。霍九九鼓着腮帮子回到原位。此时，镜头那边的郑秋念找到一个伴郎，气喘吁吁地问：“顾衍在哪？你看见他了吗？”顾衍好像去顶楼。哎，郑秋念，婚礼马上开始了，你干嘛去？郑秋念着了魔似的往楼上跑，因为身子太胖，跑起来呼哧带喘的，像老驴拉磨。姐姐慢点跑，小命要紧。柯怡要真是小三，我们集体帮你扎小人，诅咒他断子绝孙。大家别光骂柯怡呀，顾衍也要一起骂，渣男不得好死。对，不得好死。在网友们骂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霍九九始终保持着沉思着的姿势，若有所思。不对劲，还是有哪里不对劲？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柯怡如果真有网友们说的那么坏，为什么他的人生会一帆风顺，而被他嫉妒的郑秋念反而有血光之灾呢？思忖间，镜头里的郑秋念已经来到顶楼，
他猛地推开天台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场景让郑秋念站在原地，如坠冰窟。秋念，你来了。顾衍一身高定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唇边噙着一抹淡淡的笑。而他的身边站着另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女人五官清秀，腰身纤细，长发高高盘起，头纱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舞飞扬，那顾盼生姿的模样，既熟悉又陌生。秋念，好久不见。柯念站在顾衍身边，堂而皇之挽着他的手臂，举手投足间尽是胜利者的锋芒。郑秋念下意识抓紧婚纱裙摆，同样是穿着婚纱，可以灵动的宛若人间精灵，而他却身材发福，好似变成了柯怡曾经的模样。郑秋念深呼吸，颤抖着声音问顾衍：“你什么意思？”如你所见，顾衍道：“柯怡回国了，我要娶她为妻。”话落，郑秋念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盯着眼前的一双璧人，仿佛被罩在一个巨大的屏障里，耳边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声。顾衍要娶的人是柯怡，不是郑秋念，是柯怡，是那个学生时代被骂臭虫、肥猪，人人避而远之的柯怡。为什么？郑秋念低声呢喃，攥着裙摆的手越来越近，指尖几乎掐进掌心。顾衍，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忽然有点心疼郑秋念了，是怎么回事？摊牌了。我也心疼了，明明今天是他和顾衍的婚礼，男方却忽然要娶别的女人，这是有多大仇？郑秋念和顾衍不是青梅竹马吗？这么多年的感情，敌不过一个柯小三。果然，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郑秋念胖了，顾衍就嫌弃了，扭头去找变成白天鹅的柯怡。柯怡可不只是容貌上的逆袭，她还是知名设计师啊，嫁入豪门绰绰有余了。不像郑秋念，只是家境好一点而已，拒绝一切为渣男贱女洗白的行为。劈腿的人早晚会遭报应。顾衍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道：“我和柯怡的婚礼马上就开始了。郑秋念，我们好聚好散。”好聚好散四个字就像是一记重锤，重重砸在郑秋念心上。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将手机扔到地上，提着裙摆冲向柯怡。第102章换走身体。就在直播间的网友以为马上要看不到接下来的好戏时，手机好巧不巧卡在墙角，镜头还对准了3个人，天无绝人之路。太好了，又可以继续下饭了。郑秋念踢掉高跟鞋，发疯似的扑向柯怡，将她重重推在护栏上，掐着她的脖子低声道：“去死吧，郑秋念！只要你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因为距离太远，直播间里的人没听清郑秋念说什么，只看到顾衍3两步上前，抓住郑秋念的胳膊狠狠一拽，将她甩到地上，骂了句疯女人，随后将柯怡搂到怀里，心疼地问：“球球，没事吧？”柯怡摇了摇头，没事。她站直身体，整理了一下鬓角的碎发，踩着高跟鞋走到郑秋念面前。郑秋念刚才那一下摔得不轻，胖乎乎的身子倒在地上，头纱散落下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郑秋念失去一切的滋味如何？柯怡居高临下，狭长丹凤眼透出凛人的光。须臾，他轻轻蹲下，指尖挑起郑秋念的头纱。当年你换走我身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下场？等等，我听到了什么？换身体？谁换谁的身体？因为柯怡的一句话，直播间瞬间扣出满屏问号。郑秋念，你就是地沟里的臭虫！郑秋念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被柯怡再次推倒。他无视郑秋念的嘲讽，继续道：“当初你嫉妒我比你漂亮，比你成绩好，比你有才华，就用阴损的邪术换走了我的身体。你以为我凭借草稿本走红，是走了狗屎运？你以为我斩获设计大赛金奖，是靠父母在背后推波助澜？你以为同学们喜欢我，老师们爱戴我，是因为我郑家大小姐的身份？你以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偏爱，是命运的倾斜？可你不知道的是，我也只是个普通人。为了考出好成绩，
我每天挑灯夜读，在你们放假休息的时候，也在看书学习。为了设计出漂亮衣服，我翻烂过不知道多少本杂志，画稿堆积成山，手指磨破也浑然不觉。而你变成郑秋念之后，你得到想要的一切了吗？柯一盯着郑秋念，眼神充满戏谑。你用着我的身体，抢走了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爱情，那些原本属于我的一切，不费吹灰之力，全部跑到你的手上。而我一觉醒来，从郑秋念变成柯怡，顶着你的身躯，沦为众人口中的肥猪、臭虫。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柯怡，不，现在应该说是郑秋念了。郑秋念哑然失笑，目光不经意间落在布满刀痕的手腕上。刚刚变成柯怡的那段时间，他发疯过，绝望过。他说他是郑秋念，别人都当他是极度成魔的疯子，父母更是嘲笑他异想天开，变本加厉地对他拳脚相向。为了让他变正常，甚至大冬天将他关到没有暖气的小黑屋，让他好好反省。有好几次，他都想一死了之，结束这场噩梦。可当他看到真正的柯怡顶着他的身体享乐时，又十分不甘。于是，在连续发了3天3夜的高烧之后，郑秋念想通了。他告诉自己，哪怕他现在变成了柯怡，命运的主动权也掌握在他的手上。高2、高32年，郑秋念拼命学习，愣是让柯怡这个常年吊车尾的名字，从年级倒数爬到了年级前3。高考时，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华国美术学院录取，主修时装设计专业。大学4年，他一边减肥护肤，一边考取双学位，还靠着给别人画设计稿赚了不少零用钱。后来他用那笔零用钱去做了面部微调，让颜值更上一层楼。大学毕业后，他准备赴美读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顾妍找到他，说他已经发现了他和柯怡交换身体的事。而顾妍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在柯怡的生日当天，他问柯怡的梦想是什么，柯怡给出的答案是和你在一起。他知道真正的郑秋念不会说出这样的答案，真正的郑秋念早在15岁那年就告诉过他，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设计师。柯怡装傻充愣说他忘掉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顾妍都没有怀疑，唯独这件事，他确定以及肯定，真正的郑秋念不会忘。于是他辗转联系到远在美国的郑秋念，向他询问了这些年发生的一切。经过不断调查，两人得知上古时期确实有一种邪术，可以将灵魂进行交换。他们一拍即合，策划了一场耗时4年的复仇之战。那边郑秋念负责继续在美国进修，这边顾妍负责为柯怡不断织梦，然后选在这个对柯怡来说最重要的一天，让她穿上婚纱，步入无尽的深渊。思绪回笼，郑秋念站起来，重新扬起优雅的笑容。柯怡，哦，不对，现在我才是柯怡了。也许对你来说，手里握着一手烂牌是件很可悲的事，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抢走别人的好牌却还是打得稀烂，才是最可悲的。顾妍走到郑秋念旁边，沉声道：“我和球球早就知道你做的一切，之所以没有戳破，就是在等一个时机。我们想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里，为你送上这份大礼。所以，你喜欢这个礼物吗？”柯怡像是被戳到痛处，指甲挠着地面，发出啊啊啊的叫声。为什么？为什么她已经变成天之娇女郑秋念了，还是落得这样的下场？一切都结束了。郑秋念深呼吸，澄澈的双眸遥望远方，嘴角扬起一抹浅笑。我用着你嗤之以鼻的身份，把失去的一切都赢了回来。从今天起，我就是柯怡，我会用柯怡这个名字和顾妍结婚，生儿育女，一展宏图。我会让你明白，只要你还是你，就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柯怡声嘶力竭地咆哮，到最后声音都变得嘶哑。求求，我们走吧，婚礼马上要开始了。顾妍搂着郑秋念的肩膀，轻轻拍了拍。郑秋念点点头，笑容幸福温婉。顾妍，不要，不要走。柯怡泪流满面，
苦苦哀求：“你看看我，我才是郑秋念，我是你的未婚妻呀！”顾衍充耳不闻，搂着他真正心爱的女人，一步步走下天台。第103章，一手好牌还是被他打烂。柯怡心如死灰，往日种种不断在脑海中浮现。10年前，他和郑秋念在同一所高中读书。郑秋念人长得漂亮，学习好，还很有才华，小年纪就在设计大赛中拔得头筹。但没有人知道，那场比赛他也参加了。因为不爱学习，他上课的时候总喜欢在本子上乱画，慢慢的就培养出时装设计的爱好。为了参加比赛，他背着父母递交报名表，一心希望能被品牌方选中，从万人嫌的丑小鸭一跃成为白天鹅。可惜事与愿违，拿到第1名的人是郑秋念，而他连入围奖都没拿到。媒体慕名而来，午休时采访郑秋念，还翻看了郑秋念的草稿本。草稿本上是郑秋念这些年画的设计稿，每一张都是那么的灵动、惊艳。他坐在教室的角落里，看着媒体对郑秋念赞不绝口的样子，嫉妒的种子在心中悄然萌芽。后来郑秋念火了，网上的人都称郑秋念是天才少女紫微星。老师、同学经常找郑秋念设计衣服，还找他要签名，调侃等他早晚会成为大设计师。看着郑秋念拥有的一切，他发疯似的嫉妒。他坚信郑秋念能在比赛中得奖，是因为郑秋念家境好，父母给主办方塞钱走了后门，甚至出于嫉妒做了个郑秋念的娃娃。网上面疯狂扎针，也许是这一极端的行为被上天感应到。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被一个奇装异服的男人拦住，问他想不想逆天改命。男人一身灰色长衫，看着像电视剧里高深莫测的道士，一双眼睛里透着精明的光。他当即点头。男人笑了笑，说他有办法让他和郑秋念交换人生，但男人也告诉他，因为这个行为属于逆天而为，往后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确定。他哪里还顾得上那些？一想到能成为众星捧月的郑家大小姐，便痛快答应，说一切后果都可以承担。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男人施术将2人的灵魂进行调转。第2天，他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醒来，看到陌生的环境，连鞋都没穿就冲进卫生间。镜子里的人正是郑秋念，他变成了郑秋念，那个他做梦都想成为的天才少女。他谎称摔跤撞到脑子，忘了很多事。郑父郑母心疼不已，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却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后来郑秋念跑到郑家发疯，痛哭说他才是真正的郑秋念。可惜没人相信他说的话，大家都认为柯怡是嫉妒他，嫉妒的脑子不清醒了。更有甚者找到了柯怡报名参加设计大赛的记录，以佐证这个事实。郑秋念心如死灰，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只是看着郑秋念伤心欲绝的样子，他非但不觉得内疚，反而十分痛快，甚至装出同为受害者的模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本该属于郑秋念的一切。时间一晃过去10年，这10年来，他没有放弃设计，但因为3天打鱼2天晒网，导致每次设计出的东西都不尽人意。他找到父母，让他们托关系将他介绍到设计公司，却被父母痛骂一顿，说这是不劳而获，是不思进取的表现。郁闷之下，他开始暴饮暴食，身材渐渐走样，还患上糖尿病，从里到外变得越来越像从前那个柯怡。所幸他还有顾衍，顾衍不嫌弃他变胖，不嫌弃他才华渐泯，答应会娶她为妻。他苦苦等待婚期到来，想着只要嫁给顾衍，人生就会开启新的篇章。然而婚礼前夕，他在电视上看到郑秋念回国了，整个人脱胎换骨，已经成为知名设计师。顾衍以工作为由去机场接他，俊男靓女走在一起，十分惹眼。他不敢相信自己曾经肥胖油腻的身体，竟然在郑秋念的调教下变得如此完美。那可是柯怡啊，学生时代被大家调侃为臭虫、肥猪的柯怡啊，
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在顾衍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对郑秋念的欣赏。他慌了，提出将婚期提前，防患于未然。顾衍答应了，但他还是感到不安，冥冥之中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于是，在今天，他鬼使神差连线了南星的直播间，拿着郑秋念的照片问了他那些问题，结果却得到令人崩溃的答案。思绪回到当下，柯怡不由得笑了出来，哈哈哈哈哈！玄天，你这个骗子！说好的灵魂互换、命运互换，为什么到头来失败的人还是我？柯怡从地上爬起来，明明在笑，眼神却如同一潭死水。他踉踉跄跄走向护栏，口中喃喃自语：“郑秋念，既然你不让我好过，那我也不让你好过。我要带着你的身体去死，让郑秋念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直播间里的人看到这一幕吓坏了。他要干嘛？自杀吗？这玩意儿是可以播的，管理员呢？这都不屏蔽呀！霍九九也被柯怡的反应吓到了。南星，要不要下播呀？我可不想让他死在咱们的直播间里。放心，他不会死。南星道，至少现在不会。柯怡虽然有血光之灾，但不是今天。确定了这一点，南星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果然，在柯怡准备爬上护栏时，身后冲出几个保镖，将他死死按住。放开，放开我！柯怡尖叫，浑圆的臂膀拼命扭动。保镖面无表情地将他拽回来，冷声道：“顾少爷吩咐过，不能让您就这么死了。他要让您看着他和郑小姐幸福美满，在世人的唾骂中忏悔一辈子。”柯怡浑身颤抖，大喊道：“顾衍，你就是个畜生，猪狗不如的畜！”话音未落，便被保镖捂住嘴巴，拖下天台。而卡在墙角的手机也好巧不巧的在这一刻电量耗尽，关机了。第104章，女朋友换人了啊！结束的真是时候。今天的直播太精彩了，我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大师，柯怡说的灵魂互换是怎么回事？世界上真的有这种术法吗？南星点头，玄门中有灵魂交的术法，这种术法归为邪术一类，仅次于交换命格。像之前那对阴阳胎姐妹就是交换了命格，妹妹打破49岁必死的终局，以姐姐阳胎的身份活了下去。而郑秋念和柯怡这种交换，是指交换灵魂，不交换命格。这也是为什么柯怡即使抢走了郑秋念的身体，还是落得了家破人亡的下场。因为柯怡的命格和他的灵魂同生共死，无论他逃到天涯海角，替换多少皮囊，都无法脱离命运的束缚。这个术法听着有点爽啊！说实话，我也觉得挺爽的。虽然命格不能改变，但柯怡不还是偷走了郑秋念10年的人生吗？这10年，她确实就是郑家大小姐呀，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吧？拜托，你们直播都白看了是不是？柯怡变成郑家大小姐又如何？不还是一事无成？这件事教会我们的，应该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像郑秋念一样，即使身陷绝境，也能逆风翻盘。就是啊，人的一辈子那么长，短短10年算得了什么？柯怡如果好好努力，其实能过得很好，是她自己不懂得自省，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外界因素。郑秋念用她的身份功成名就，也算是狠狠打她的脸了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两者缺一不可。得知事情真相的霍九九终于明白，之前徘徊在他心里的那股异样从何而来。因为照片角落里的柯怡，就是跟他们连线的郑秋念。虽然换了副皮囊，但眼神中的阴毒丝毫没有改变。他们2个还能换回来吗？霍九九问。能换，但没有换的必要了。听到南星这么说，霍九九就明白了。如今的郑秋念虽然用的是柯怡的身体，但嫁给了心爱的人，也实现了她的梦想。对她来说，身份什么的早就不重要了，因为不管她是谁，都能把生活过得很精彩。郑秋念的事告一段落后，直播间里的观众还意犹未尽，大师再连一个再连一个。这次我真的要一边吃饭一边看了。我刚刚发工资，也想找大师算一卦。
大家能不能让我？我抢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抢不到福袋，尊得好想哭。与此同时，傅氏集团江岑敲响办公室的门：“傅总，市场部那边请您去旁听会议。”没空。傅青燕盯着电脑屏幕，看似是在处理工作，而事实上，有没有人统计一下山金哥今天打赏多少了？粉丝榜上有显示啊，他是榜一大哥，你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山金哥有女朋友吗？小女年方28，目前还是单身哟。楼上的别想了，大哥明摆着是奔着主播来的，大哥放弃吧。我家小星星可是豪门千金，才不会被这点金钱蛊惑呢。是啊是啊，放弃吧，小星星是我们的。看着网友们的评论，傅青燕皱了皱眉，什么叫是他们的？这些人还真够大言不惭的。傅青燕忙着看网友评论，都没注意到江岑来到了他身边。见老板在看直播，江岑瞬间了然。原本他还想劝傅青燕去旁听会议，毕竟这次的议题挺有趣的。现在看来是没那个必要了，毕竟区一个会议，肯定是不能跟男星小姐直播相提并论的。江岑正要离开，余光扫到傅青燕的 ID， 嘴角一抽，他清了清嗓子。傅总，我不是给您申请了一个新的 ID 吗？您怎么还用我的？他的账号是实名认证过的，平时他都是用这个 ID 刷视频、看直播。但是自从傅青燕借用了他的 ID， 他就总是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私信，有求包养的，有发私密照片的，有玩字母圈的，还有问他是0是1的。他拉黑了一茬又一茬。私信还是犹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登过就懒得退了。但男星却还保留着乐观的心态，既然还活着，总会留下痕迹，若需不置可否。稍后我会在这里布下一道阵法，玄天若是回到此地，至少能困他几个时辰。几人说干就干，等若需不完阵，男星想起还有件事没处理，他还得去找地藏仙，看看能不能把思妍的命要回来。第7集正在快马加鞭赶制，每天中午12点都会更新，记得点赞关注小河不迷路哦。